因为他发现不知何时在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名身高足有2米的男子。此人身穿狱宗的红色长袍，但却没有戴着狱宗的白色斗笠，而是直接将他的那张脸露了出来。他脸庞消瘦，但却长得颇为英俊，一头白发散于身后，正随风而动，使得这男子看上去有种不怒自威的压迫感。而看到这名男子，地狱使则是赶忙施以大礼，拜见紫菱大人。这位青年模样的男子名为百里紫菱，百狱宗一位权势滔天的大人物的亲儿子。而因为天赋力傲的百里紫菱，一直以来也有着狱宗最强天才的名号。据这位地狱使所知，狱宗抓捕仙海鱼儿就是百里紫菱父亲的手下所为，为的就是帮助百里紫菱。换做其他人做出这种事情，定然会被严惩。但因为百里紫菱父亲权力与实力并存，硬生生的将这件事情压了下来，甚至就连这玉音幻神坛都是为他而开启的。而百里紫菱也没有辜负众人期望，他踏上玉音幻神坛，引发了红云异象。只是他所引发的红云异象与眼前产生的红云异象相比，却是相差甚远。百里紫菱根本没有理会地狱使，而是抬头望着那自玉音幻神坛内不断释放的红色符咒与黑云交织的红云异象。好美的异象，这应该才是玉音幻神坛被彻底唤醒的模样吧。百里紫菱感叹之后，才看向地狱使：你刚刚说的楚风是谁？回禀紫菱大人，属下所说的楚风正是界染清的儿子，夺得了9天之巅最强小辈名号的楚风。实不相瞒，当初属下前往东域，不仅带回了宋允小姐，也曾遇到这楚风，更是在楚风体内也种下了玉音，并且当时楚风的玉音还得到了圣坛之意。如此良才，原本属下是想将楚风与宋允小姐一同带回狱宗的，只是途中出现了意外，所以便只带回了宋允小姐。而刚刚属下竟在这方世界遇到了楚风，属下想着玉音幻神坛反正已经开启，不如放楚风试试。不曾想楚风竟彻底唤醒了玉音幻神坛，如此天赋的后辈，我狱宗不能再错过了。地狱使激动地讲述着经过，所以那楚风人在哪里？百里紫菱问。回禀紫菱大人，不知是何缘故，楚风登上玉音幻神坛的时候，并未引发异象，所以楚风便离开了。地狱使道，所以他并不知道他引发了这异象。百里紫菱问，他并不知道。地狱使回答道，那除了你，还有谁知道楚风来了这里？百里紫菱又问。没有了，毕竟楚风非我狱宗之人，所以属下是偷偷将他带进来的。话到此处，地狱使便赶忙跪在地上：紫菱大人，属下也是为了狱宗着想，想着楚风这般的人才若能加入我狱宗，那定能壮大我狱宗，所以才犯下了错误。但犯了错误就是犯了错误，属下愿意接受惩罚。地狱使也知道自己行为不对，虽然可以功过相抵，但多少也是有些慌张的。别慌，你此举乃是立了大功。百里紫菱将手伸向地狱使，见此情形，地狱使也是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下一刻，百里紫菱的手掌竟如利爪一般，紧紧捏住了地狱使的脖颈，旋即将他给提了起来。地狱使奋力挣扎，不仅挣脱不开，连话都说不出来。百里紫菱打量着地狱使，那轻蔑的眼神根本不像是在看同宗的前辈，更像是在看待一只蝼蚁。你这不入流的东西，若不是带回了宋允，连魔字地狱使都晋升不上，更别说获得进入此地的资格。让你进入此地，本是想让你修炼的，不曾想你如此不安生，竟将外人带入此地。不过你倒也算是帮了我。听到这里，地狱使脸色变化，他有些不太明白百里紫菱的意思，为何是帮了他？就算获利，也是狱宗获利，与他有何关系？只是这件事，我不希望有任何人知道。话罢，一股特殊的吸力覆盖地狱使，下一刻，地狱使的整个身躯都被吸入了百里紫菱的掌心之中。将地狱使解决后，百里紫菱吞下了一颗特殊的丹药，旋即脸色立刻变得苍白，整个人也随之变得虚弱起来。他无力地瘫坐在玉音幻神坛前，强挤出一抹笑容，似是在等待着什么。很快，那红云覆盖了整个世界。与此同时，那座进入这空间世界的大殿顶端竟也出现了一片红云。虽然大殿顶端的红云面积有限，并未扩散，可当它出现那一刻，凡是看到它的人都是面色大变。负责把守大殿入口的人立刻四散而去。没过多久，数位强大的身影先后来到了大殿外，看到大殿上方的景象，他们二话不说，直奔大殿内的空间世界。转眼间，数位狱宗的强大存在皆是来到了玉音幻神坛前。紫菱少爷，你怎么样？见到百里紫菱，他们赶忙凑到近前。没事，消耗太大，但并无大碍。百里紫菱摇了摇头。紫菱少爷，这是你引起的异象？那几位同时问道，语气之中已难掩激动之色。百里紫菱点了点头。见此情形，就连这几位大人物也是激动的开始手舞足蹈，再度看向百里紫菱，目光变得无比炙热。下一刻，这些百里紫菱平日里都需要毕恭毕敬的大人物们竟齐刷刷的半跪在其面前，对其施以大礼，拜见少主。听到这声呼喊，百里紫菱赶忙摆手：诸位大人，快快起来，我只是引发了异象，但终究还是后辈，担任不起这样的称呼，更承受不起你们的跪拜。紫菱少爷，这样的异象从未出现过，凭借这异象，你做我狱宗的少主，几乎没有人能够反对。其中一位说着，另外几位也是表示赞同。身为狱宗的高层人物，他们知道这玉音幻神坛真正的作用，那可不只是验证天赋。玉音幻神坛另外一个存在的意义，
乃是为玉宗确定未来的王位继承人，但这个条件是极其苛刻的。首先，这个人本身就要具备绝对的天赋与实力，能保证未来正常成长，实力可以达到顶端，可以服众。其次，还要引发足够强悍的意象，必须达到传说中的级别，否则只是单纯的引发意象也是不行。而这个级别便是要红云漫天，充斥着空间世界后，使得那座大殿顶端也产生红云。因此，关于玉婴幻神坛流传着一句话：红云漫天日，玉神登基时。只是这个景象从未出现过，哪怕之前的百里子灵已经引发了异象，但因为没有达到这个级别，所以大家也只是觉得他兑现了天赋，可却无法成为王位继承人。可今日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事，百里子灵却做到了，那么他便有资格成为玉宗未来的主人，并且是毋庸置疑的少主。百里子灵表面谦虚，内心却已是狂喜，因为他早就知道此坛的意义。忽然，他周身的所有大人物都站起身来，他们的目光都投向来时的方向，百里子灵也随之望去。片刻后，浩浩荡荡的人马宛如蝗虫群一般，密密麻麻、遮天盖日地出现在远处天际。但那并非蝗虫，而是狱宗的众多高手们，正在快速而来。他们都来见证这将载入狱宗历史的一刻。而看到为首之人，不只是百里子灵，就连站在其四周的大人物们也是纷纷施礼，因为此人的身份还要在这些大人物之上。他并非地狱使，也并非狱将，而是一名狱帅。狱宗之内人数众多，可狱帅却屈指可数，无一例外，皆是狱宗内实力强大的存在。红云漫天，这等异象，莫非是紫灵少爷所为？那名狱帅靠近后，语气以及肢体动作皆是表现得非常夸张，但这种时候却没人觉得他夸张，因为这一幕实在太过骇人，他们也都被深深的震撼。回禀千州大人，这正是紫灵少爷所引发的异象。还不待百里紫灵开口，最先来到此地的人们便开口说道：果然，紫灵少爷便是我狱宗的希望。之前古派的人还反对我们开启玉婴幻神坛，现在他们的脸一定很疼吧？这位狱帅更加激动地大笑起来。他名为即墨千舟，虽贵为狱帅，但却是狱宗新派一脉，同时也是百里子灵父亲的心腹。当日抓捕仙海鱼儿之事，便是他率领新派高手所主导。甚至发现异象后，他第一时间便来到了此地，也发现了百里子灵引发异象之事。但他并未第一时间现身，而是折返到外面，将这些狱宗人马都召集进来。他就是要让狱宗更多人见证这一幕，唯有这样才能让百里子灵于众人心中的地位更加的牢固。于是接下来，他故作无意间将玉婴幻神坛真正的作用宣扬了出去。一时之间，所有人都感觉头皮发麻。百里子灵与他们心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狱宗的人都有着他们的信仰，他们坚信他们所做的事是正确的，狱宗才是浩瀚修武界的希望。正因如此，当得知百里子灵将会是带领狱宗登上巅峰的继承人时，百里子灵的光环自然比以前更为强大。目的达到后，狱宗众人也是纷纷离去，毕竟这里终究是禁地，若非这即墨千舟放行，很多人是没资格进入这里的。此时，即墨千舟带着百里子灵还在这方空间世界内，但却来到了一片雾气蒙蒙的湖泊前。只是这雾气并非白色，而是红色。湖泊中心有着一个黑色的亭子，伴随即墨千舟捏动法诀，那亭子浮现出红色的符咒。此湖乃无数宝物炼制而成，本就是疗伤用的。眼下百里子灵盘坐在亭子当中，任由那疗伤之力涌入体内，而即墨千舟则是站在亭子之外。他也摘下了斗笠，露出了真容。他是中年模样，皮肤黝黑，长相普通，是没有任何气质可言的那一种。抛开实力与身份不谈，他与百里子灵的外貌对比，一个高贵，一个平庸，他就像是服侍百里子灵的下人奴仆。可实际上，他也的确是辅佐百里子灵父亲之人。正因知道这层身份，只是他们二人的时候，百里子灵也不用任何伪装，就真的一副自己是少爷的姿态。虽也不会放肆，但至少不会对这位强大的狱帅毕恭毕敬的献殷勤。恭喜子灵少爷，接下来在狱宗之内，便没有人会质疑你的地位了。什么陈辉，什么宋宇，都将不值一提。你就是毋庸置疑的最强天才。不，天才之名已不重要，你是狱宗的未来。即墨千舟看着百里子灵，目光依旧炙热无比。虽说本就是百里子灵父亲的心腹，可他也是有信仰的，所以此时他对百里子灵的看法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说之前更多的是因为百里子灵的父，那么从今日开始，就算没有百里子灵的父亲，他也会为了百里子灵赴汤蹈火。我们新派应该没人会质疑了。可是古派的那些人呢？以及从不露面的那几位呢？百里子灵问道。身为狱宗的高层，他们都清楚玉婴幻神坛的意义，那几位大人也定然会支持我们。所以古派的那些人，他们是否还要培养陈辉和宋宇都没有意义，只要得到那几位大人的支持，古派也不得不服从。即墨千舟说道。被迫服从可不是我想要的，我父亲为了我牺牲了那么多，我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现在他们不服我，无非就是他们还想扶持陈辉，所以天才之名还是很重要的。我不仅要击败那陈辉，我还要击败那个楚风。我要在上位小辈之时，便成为这浩瀚修武界当之无愧的最强天才。唯有这样，在我日后一统浩瀚修武界之时，关于我的事迹也才更加的具有传奇色彩。百里子灵说道。子灵少爷，
那你的意思是？即莫千舟问。他意识到百里子陵话里有话。我听闻界天然以及远古种族的那些高手是被困在了神之时代内，短时间内出不来。那么这个时候便是我名扬天下的最好时机。百里子陵说道。子陵少爷是想以狱宗少主的身份出现在世人的视线之中吗？即莫千舟问。对，内部我先击败陈辉，然后再当众击败楚风，这样一来便没人会再质疑我的实力，一切都将名正言顺。百里子陵说道。